人、神，天真烂漫的岁月，神话叠筑的年代。荒废的古城，神秘的面具，数千年未解的谜团。远古蜀国历经3世，到鱼驸王朝古蜀国空前繁盛。神秘的面具，高高的祭坛，代表无上权力的权杖，埋藏了几千年后，终究被发现。这些精美而诡谲的文物，记录着4000多年前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如今，我们凝视着这些记录者的身份，猜想着他们的主人是谁，他们又为何被匆匆丢弃、掩埋于地下？这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？2014年6月18日。四川广汉3星堆博物馆的展厅里，和往常一样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很快都被眼前的文物所吸引，仿佛进入了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古蜀王国，流连忘返。与此同时，在3星堆博物馆旁边的一个办公室里，于健和同事紧张而忙碌着。他们将要完成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艰巨的任务。现在我们看到这3件青铜文物呢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，特别是这一件青铜人面具。因为在埋藏的时候经过了敲打，所以它的一侧的耳部已经断裂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对这件文物进行一个研究性复原修复。这是2012年成龙饰演的贺岁电影《12生肖》中的片段，几乎接近1比1的复制品。能摸一下吗？我们可以。谢谢。电影里，演员戴上一副特制的扫描手套，在铜手鼠头上摸了一遍，后方的3D 成像系统便开始建模，再用3D 打印机打印、着色，进入烤箱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与真的铜手鼠头一模一样的仿制品便出炉了。这次于健和同事将要采用的正是和电影《12生肖》中类似的这个3D 扫描打印技术。只不过这次于健要把这个技术用在残缺文物的复原修复上。在出土的时候，它已经残损断裂比较严重，那么呢，观众呢已经没办法在展厅里面看到它这件器物的原貌。那么我们希望通过3D 技术和传统修复工艺相结合，能够铸造出一件反映这件器物原貌的复制品。3D 扫描打印仪最先出现在美国，它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一个照相机。与照相机不同的是，3D 扫描打印仪并非是对颜色进行2维收集，而是采用光学，并对物体进行3维的高速度、高密度测量，从而得到实物的一个3维数据。3D 扫描打印技术最先应用于大型的工业测量上。随着3D 技术的成熟，它也逐渐出现在其他领域。英国一家超市就推出了一个人体扫描的服务，只要拿着扫描仪对人的身体进行360度扫描，只需2分钟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和真人一样的3D 人偶。在有关
关残缺文物的修复问题上，哈佛大学闪族博物馆的2位研究人员也已经利用3D 打印机和3D 扫描软件，成功恢复了一个在3000年前被打碎的狮子模样的瓷器。这次于建用3D 扫描打印技术对这些文物进行修复，可以说在国内是首次尝试。于建和同事把这件残损的青铜面具放在扫描仪上，扫描仪的一端连着电脑设备，设定好程序，扫描仪就会开始对眼前的面具进行扫描。每扫描完一次，图像就会自动输出到电脑的软件上。这是我们通过3D 扫描然后获得的一个3维数据，然后我们通过3D 软件对它进行合成处理，然后最终形成一个接近文物原貌的3D 模型。今天于建早早的就来到文保修复中心，他的内心充满期待和忐忑。于建慢慢打开3D 打印机，一个淡黄色的面具模型出现在于建的视野。传统的文物修复都是直接在文物上进行开模，这样很有可能对文物进行2次伤害。而通过3D 技术制造出的树脂膜代替原文物进行开模，则避免了对文物的损伤。接下来，文保中心的师傅将要用石膏对这个树脂膜进行翻模。半个小时后，石膏迅速凝固、风干，最终会形成一个和原文物1比1的石膏模具。对石膏模具进行精雕细琢，然后送到铸造厂进行灌注，最终形成一个和原文物一模一样的青铜面具复制品。这一天对于建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，自己和同事这几天的忙碌最终获得了回报。博物馆那件残缺不全的面具的复制品，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。今年30多岁的于建，2004年才开始在三星堆博物馆工作，自然他并没有亲眼目睹1986年那2个祭祀坑的发掘工作。然而，当他第一次走进博物馆展厅时，他就被这些精美而神秘的器物深深地吸引了。
我最喜欢的文物就是这一株青铜神树，特别是神树上的青铜鸟造型很有意思，很特别。这个高达近4米的青铜神树，迄今为止是中国青铜器中最为高大的一件。然而，最让人产生疑惑的是，神树上有9只展翅欲飞的鸟。就是为什么这个铜柱上会住那么多鸟？啊，一般认为，它是反映了这个十日神话，就说是太阳，太阳是被这个鸟托付着的啊。本来我们说十日神话，为什么只有9只鸟呢？因为神话记载所说的，在这个支系在这个扶桑树上面的10个太阳是吧？是1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就说有一个太阳始终是在天空的，所以说9只利鸟它代表的是9个太阳，但是实际上是十日神话的真实写照。在三星堆博物馆中，人们看到了大量的长着和鱼老瓜一样长喙的青铜鸟的形象。它们在三星堆的古国中如此密集的出现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三星堆的祭祀坑里面有很多鸟的形象，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而且也跟古蜀的一些传说有关系。比如说就是我们伟大的诗人李白写过一首那个《蜀道难》，然后其中有一句就是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。历代古文献中有最早3代蜀王的记载，他们分别是蚕丛、百冠、鱼凫。关于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与鸟有关的形象，有专家认为，它们与古蜀国第3代君王鱼凫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有人认为这个鱼凫，它可能就是鱼鹰，就是捕鱼的一种水鸟。那么它的形象很像那种钩喙很相似。实际上，鱼和鸟就可能是代表了这个鱼凫王的一种图腾。这是位于四川万春镇的鱼凫遗址，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鱼凫王的神话故事。相传，鱼凫氏可能是来自岷江流域的部族，他们早期在岷江流域进行渔猎，之后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内部河流进行捕捞，最终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和繁盛的三星堆古城。那么最好最棒的，也就是三星堆这个地方，三星堆这个古城。那么可以这样子讲啊，就是在商这个阶段，三星堆古城应该是最发达、最先进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3000多年前，在那个泛神的远古，三星堆人建造了用于祭祀的祭坛、神树，以及象征王权的权杖和代表氏族图腾和族徽的青铜鸟的形象。这些琳琅满目的祭祀物品，
为何被匆匆埋入地下？又是什么原因结束了三星堆古城的繁荣？广汉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东北部，同时也处在四川最为活跃的地震带——龙门山地震带的边缘。绵延100里的龙门山地震带，在近200-300年间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地震几十次，近6级以上的地震就有10几次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就是发生在龙门山地震带中北部的地震。这次地震也给三星堆考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所有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，考古工作人员在文化层还没有找到由地震引发的断裂带。排除了三星堆古城因地震消亡的猜测了。也有一种推测，三星堆遗址是毁于洪水。现在很多有些大学在跟我们合作，他想找到这方面的证据。三星堆遗址的北面是水量丰沛的鸭子河，而在遗址区内部，水流湍急的马木河穿流而下。整个遗址保护区恰好就位于2条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上。依水而建是古代城市和文明的首要选择。4大文明古国的兴起都是因水而生。然而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因水而兴的古城，或许也会因水而亡。在距今4000多年的印度河流域，兴起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，它被称为哈拉巴文明。在哈拉巴遗址和一些出土的文物上，出现了明显的洪水侵袭后留下的痕迹。哈拉巴古城的消亡，可能是因洪水泛滥造成的。和印度哈拉巴遗址的时间以及地理条件十分相似的三星堆古城，它的消亡会不会也是由洪水造成的呢？据宁香老师讲，1986年在第3区发掘的时候，有一个探方 T1414，第7层好像是他说有洪积层。但是即管是有的话，我想那个洪积层，到底是水塘呢，还是真正的洪积层呢？即管是真正的洪积层的话，也可能是只有那一次，而不是在整个遗址的大范围里面没有发现很大的洪积层。这个让人一时惊喜的洪积层，或许只是远古时期一次偶然的洪水泛滥留下的痕迹，它并非是三星堆古城毁于洪水的有力证据。2001年2月8日，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的成都市西郊金沙村，一个规模巨大的商周时期遗址惊现于世。在随后的发掘中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象牙、金器。这个沉睡千年的古城就是金沙遗址。这件金沙出土的跪坐人像高约20厘米，它竟然有着和三星堆青铜人像一样的姿势和表情。
三星堆这个政治中心，转移到金沙去的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，估计是内乱吧。我这个是比较相信啊，应该是一种自己内部发生了权力斗争，更多的可能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喋喋不休的一种这个。据研究，然后在三星堆的时候，变法人是王权的所有者，而簪法人是神权的，代表神权阶层的。这件是金沙出土的小立人像，他却穿着和三星堆大立人像同样的法衣，双手摆着相同的姿势，他显然也是一个祭祀者的身份。然而他的发饰却是变发，这与大立人像的簪发发饰完全不同。到了金沙时候，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，变了，那么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变法人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变法一族战胜了这个簪发或者是非变法一族，于是就迁都到金沙，有这帮人有这个变法一族来继续执政。或许在3000多年前的一天夜里，古蜀国发生了一场内乱，变法一族与簪发一族为争夺权力兵刃相接，这些用于祭祀的物品在战火中被焚烧掩埋，而繁华的三星堆古城也在这场内乱中消失殆尽。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，走向了何处？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已历100年，可还是无人能准确清晰地说出。世人用现代的眼光去探索三星堆的奥秘，却始终没能揭开它神秘的面纱。或许就像作家余秋雨在看完三星堆文物后发出的感慨一样，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。中国文化过于清晰，幸好有个三星堆。